人们可以战胜这个意识吗？可以有这种吗？可能吗？可以控制啊。但是我看过一个实验，本杰明·利贝特实验，他在一个人身上去类似于心电图那样的，他就让这个人看着一个时间，看着一个时钟，然后呢，手指放在一个按键上，你随便任何时候按都行，不用卡在一个时间点，就你想按就按。然后这个实验做出来结果就是，他的大脑的信号发出的运动信号是比意识要早了0.3秒。哦，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，你并不是意识控制它，让它去按按钮，是人的身体的器官，直接按，就大脑直接让你运动信号直接让你按了，然后你按完早了0.3秒，你按完之后你才意识到你要按这个东西，这个挺神奇的。神奇。我觉得有点像条件反射的感觉。对，有一个脑子是控制行动的嘛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有的时候可能说话的时候，你没过脑子，你话就说出来了。就是一样的。对，会不会就是有点像条件反射，或者是那叫什么本能反应？我今天确实吃的比前2天多了。对啊。那天说三天还是4天以后是一个瘦7斤，我已经瘦了7斤啊！我前2天就已经瘦回来了。果然是说到做到。吃饱了，再吃一点，好撑。你今天要工作很久，多吃点吧，消耗很快的。我如果工作很久，我就可以饿的时候再吃不就行了？有道理。哎，昨天我们说个啥来着？身体健康和注意安全。如果你听到了一个人跟你说注意安全，你会不会很暖？还是你会没有感觉？那挺好的。所以你得到的是情绪价值。对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注意安全这个概念，其实有点像什么？就是说，你其实没有选择，因为你只能注意安全。我觉得有效的注意安全指的就是，它给了你一个行为上的一个方式，比如说不要抬头爬山，低头看路。这种我觉得叫有效的注意安全。如果我说，小心啊，注意安全啊，这个你其实没有续息，这个很广义、很宽义的一个字面。注意安全又会经常听到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关心和情绪价值，关心情绪价值，还有一个就是人本能的一个，就是你会关心这个人，你才会说注意安全嘛。对。但实际上，比如说我现在听到了注意安全这4个字的时候，我是会本能的觉得，我心里面是很舒服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在关心我的。但是从实际上来讲的话，他其实对我其实是没有帮助。变相来说的话，如果你听到注意安全没有感觉的话，你也没有觉得暖心的话，那于你而言这句话就成了一句废话。比如说，如果我走在一个人多的地方，或者是走到哪个地方，旁边如果有个人说，小心点啊，我其实那个讯息是接收不到，然后我可能就会听到这句话，我像没听到一样。就是会有这种感觉，你会忽略掉这句话。但他没有讲出什么重点。对，注意安全啊，这句话可能会被你忽略掉。但是说，前面有人啊，那个什么，大家小心点啊，这个我就能，我就会，我的意识里面我会本能的去看一下前面，确实有很多人，这个讯息就是我是有一个讯息在里面。这个有点像是什么？就是要关心人的方式，什么叫做有效关心？因为大部分人其实有时候会比较含蓄嘛，所以通常就像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讲，就说，我们讲话讲一半，剩下一半你自己去理解。Tell me why。是希望对方能理解，这是不说清楚，但是就会觉得，那为什么你没有感受到我现在的想法？我现在想喝瓶可乐，这就是一个直接讯息。但是很多人会说我渴了，对，你就要去猜他的东西。但素。当所有的东西变直接的话，又少了很多的情绪价值。对，这就成了一个很矛盾的事情。你知道为什么人在说，我饿了，但是我又不说我要吃什么和喝什么？底层逻辑就是。他可能想要更多的选择，那原因也就是他想要的更多，因为他有更多选择欲望。